老婆，都这个点了，还不睡觉啊？老公，我先去练会儿瑜伽，你先睡好吗？自从老婆开始练瑜伽，已经1年没和我同床过了。她着魔了，沉浸在和瑜伽球的互动之中无法自拔。所以，我准备离婚。欢迎光临。别介，恭喜啊，宋总！谢谢，祝你和陈总纪念日快乐！谢谢大家。什么陈总，不就是一个吃软饭的和倒插门的罢了？哎呀，声音小点儿，一会儿女儿听到该不高兴了。不就是被他宠坏的？这什么时间啊？现在几点还没来？哼，什么玩意儿？不好意思啊，我来晚了。老公，你来了，快来。老公，对不起，这阵子我因为工作的原因冷落了你，所以呢，我想在今天这个特别的日子里给你一份惊喜，作为补偿。这是我们宋氏集团5%的股份，签了它，以后我们携手并进。宋氏集团5%的股份，那得值好几个亿吧？据我所知，宋总的老公之前就是送外卖的，这么好的福气，真让人羡慕。我不同意，姓陈的小子凭什么拿我们宋家的股份？爸，你说什么呢？陈飞是我老公，咱们可是一家人。他不就是一个入赘的吗？如果没有我们宋家的话，恐怕饭都吃不起了。老公，你别听我爸瞎说，快签了他。老婆，我也有一份礼物要送你。这是离婚协议，签了吧，你净身出户。老公，这个玩笑并不好笑。我没有开玩笑，既然你那么喜欢那个瑜伽球，成天跟他泡在一起，那我就成全你吧。你疯什么？那就是个瑜伽球，难道你还吃他的醋？这么荒唐的离婚理由，我不接受。如果你不接受，那我们就法院见。陈总，你真的因为一个瑜伽球跟月月姐离婚吗？松手！您忘了吗？您出车祸住医院的时候，是月月姐没日没夜的照顾你，给你炖汤熬药，到最后把自己累倒在病床上。那是他自愿的，我没有逼他。你怎么能说出这么猪狗不如的话？青云，你没事吧？你一个助理，也有在这说话的份儿。陈飞，你疯了吗？你打他干什么？谁让他多嘴？他虽然只是我的助理，但我要把他当成我的弟弟。那你可真是有个好弟弟呀！等等，你要离婚，是不是因为你出轨了？随你怎么想。你要是觉得有，那就有。青雨之前跟我说过，你最近和一个女人走得很近，是不是因为她？你要觉得是，那就是吧。什么？他外面有女人？这么好的日子，犯什么浑啊？
姓陈的，你他妈的混蛋！臭小子啊！我们家女儿对你掏心掏肺，还忤逆我，给你股份，你怎么回报她的？滚！给我他妈的滚！离婚协议，你签还是不签？我现在不想看到你。陈飞，这是个白眼狼！和你老婆提了？提了。3天后，我要和宋月对簿公堂，到时候还需要你以律师的身份出面。我要让他净身出户。当然，你想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放走。你听说了吗？他要跟宋总提离婚，一个上门女婿也不知道怎么想的。就是，宋总不就是喜欢用瑜伽球练瑜伽吗？这有什么？我也喜欢。我听说啊，他在外边养了个小的，所以才抛弃宋总。都闭嘴！谁让你们胡说八道的？老公，我新买了一条丝袜，巴黎时下最新款，你帮我看一下吧。你不生我气了？我仔细想了一夜，过去的那1年是我忙于工作，疏忽了你。你想离婚也是应该的，但是能不能给老婆我一次机会，我好好补偿你。走，跟我去卧室。不用了，没有那个必要。我这次回来是拿回我的私人物品，这丝袜你还是穿着去夹那个瑜伽球吧。你到底想干什么？一直要拿这个瑜伽球说事儿吗？你要是对我不满，你大可以直说呀。我对你无话可说。陈总，你回来了。谁让你动我东西了？月姐让我帮你把书房打扫一下。别拿你的扫帚碰他。靖宇，你没事吧？我没事，我只是不小心碰到了陈总的珍贵物品。陈飞，你对我有怨言，我能理解，但庆宇是无辜的呀，你为什么要迁怒于他？我让他帮我了吗？没经过我的允许就擅自动我的私人物品，我没抽他就已经不错了。你怎么现在变成这样了？你让我感觉好陌生啊！我一直都是这个样子。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我到底做错了什么？啊，你是不喜欢那个瑜伽球吗？那我把它扔了，我以后再也不练瑜伽了，可不可以？没那个必要了，我已经不爱你了，你想练什么练什么。陈飞，你个王八蛋！月姐，他已经无药可救了，没必要跟他废话了。陈飞，你竟然如此冷漠无情。滚出我家！我不需要你这个丈夫了。法庭上见吧。法庭上见。请原告进行诉讼陈述。由于被告方婚内出轨，我方要求被告方净身出户，且赔偿精神损失。陈飞，你混蛋！我没有婚内出轨。审判长，我自结婚以来就一直安分守己，我一直努力工作，想让我丈夫拥有更好的生活。我所有的生活行踪，大家都可以为我证明的。是他想借着离婚的由头夺取我宋家的资产。
安静，安静。审判长，我有证据，我的妻子婚内出轨，她出轨了一个瑜伽球。出轨瑜伽球？安静。仅以女方频繁长时间用瑜伽球练瑜伽为由，本庭认为不能认定其存在过错。对呀，这也太荒唐了吧！练瑜伽有什么错啊？不就是一个瑜伽球吗？不至于破坏婚姻吧？听见了吧，陈飞，你肯定会败诉的。到时候没了宋家的扶持，你净身出户，我看谁会高看你一眼？陈飞，你别再胡闹了，我最后再给你一次机会。机会，我不稀罕。我女儿愿意给你次机会，你就这么不珍惜？你可要想清楚后果。拿月月用瑜伽球做瑜伽，这是可笑的理由，想分财产？你是白日做梦吧你？哼，是吗？我可不这么觉得。本庭已经解释了，如果原告方没有新的证据，以上控诉无法成立。我看就是他明明自己出轨在前，所以就找出了这么个荒唐的理由。你说的没错，这个陈飞一看就不是好东西。我早就听说他在外面勾三搭四的。陈飞，你竟然要胡闹到这种地步！既然如此，就别怪我不留情面。审判长，这些照片是陈飞在我们婚姻续存阶段上传到公众平台和其他异性的亲密合照。我现在指控陈飞婚内出轨，并且和其他女人有不正当关系。刚刚女方提交了原告方与异性的亲密照片，原告方如果不能证明自己的清白，那么本庭只能依据事实，判你为过错方，你将净身出户。我证明不了。那本庭宣布，虽然我没有证据证明我的清白，但是我有证据证明宋月出轨在先。宋月出轨在先。陈飞，你不要这样抓贼啊！我不许你这么污蔑我女儿！审判长，我方请求播放录像。同意请求。请先打开文件夹，播放你们的第一条视频。这个动作确实有点妖娆。这就是正常的瑜伽动作，心脏的人看什么都脏。别急，还有。停！不要放了！不要放了！这什么癖好啊！宋月居然偷偷的和瑜伽球做这种事儿。他正在和瑜伽球亲热，确实有点诡异哦。月，你到底要做什么呢？你陈飞，你偷拍我！这什么证据啊？你知道偷拍属于违法的吗？在法庭上面放，要让月姐难看是吧？为了财产不择手段，你算什么男人？女儿不哭啊，有爸妈在，一定给你撑腰。别人都说一日夫妻百日恩，你倒好，要这么污蔑我女儿，我女儿以后还怎么见人呢？你真是个混蛋！肃静，大家别急，这只是第一个文件，请审判长打开第二个视频。陈飞，你够了啊！你敢打开第二个人，揍死你啊！我播放视频证据，你激动什么？还是说你要为宋月隐瞒什么？你这不是证据，你违法的，你偷拍，有这么欺负人的吗？那刚刚宋月的表情，你怎么解释啊？你真是一个吃软饭的混蛋！你到底知不知道月姐工作有多辛苦啊？在那么大一家公司，在长期的操劳压力下面，精神状态早就已经不正常了。被确诊了，
重度抑郁。原来如此啊！抑郁症患者做什么都说得通。当初我产后抑郁的时候，每次上完厕所都要抱着马桶痛哭呢。软饭人真该死！你不体恤重度抑郁症的老婆就算了，还在法庭上放这种东西，你还有人性吗？原来是因为抑郁症。审判长，这个白眼狼不仅出轨，还私自录下我女儿的隐私，请您一定判他坐牢。最好把这个偷拍狂抓起来。谁说我这是偷拍？我在自己家里安装防盗监控，有什么问题？就算不是偷拍，那你也别浪费大家时间了。不管怎么样，这些视频不能作为证据。我女儿乖巧懂事，她不可能出轨。分明就是他血口喷人，他这样的人应该抓起来，让他坐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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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快看，这瑜伽球它自己动了。亲爱的，你又调皮了。我先去洗澡，你自己玩会儿哈。这也太诡异了吧！这瑜伽球自己还能动，像个人似的，难道里面藏个人？难道陈飞说的是真的？宋月的出轨了，而且就是和这个瑜伽球。瑜伽球就这么大，难道你们藏的是武大郎？月月，这到底怎么回事啊？你跟妈说实话，这球里面它有没有藏人？没有藏人。妈，你们怎么不相信我呢？在场所有人都看到了，很明显这瑜伽球有问题，请对方当事人不要逃避了，如实回答问题。丫头，你为什么不说实话？难道有什么难言之隐吗？对，月月姐一向洁身自好，绝对不会干这种出格的事情。她一定是有自己的苦衷的，你们不要再逼问她了。苦衷？这是法庭之上讲究证据，现在视频就摆在这里，宋月出轨的事实不容置疑。难道你还想继续编造什么谎言，欺骗大家吗？我没有，我里面没有藏人啊！再说，这怎么可能会藏人？我想藏人也藏不了啊！这就是一个普通的瑜伽球，哪怕就像你所说的，它可能是一个矮小的侏儒，那我到底要怎么把它藏进去？我从哪里把它塞进去呢？有道理哦，这是个球啊，人怎么可能藏进去的？依我看呀，这视频就是 AI 合成的。难道这瑜伽球内另有玄机？我不需要知道瑜伽球到底是怎么藏人的，我只知道铁证如山，你就是出轨了。到底要我说多少遍？我没有说过，我没有。没有？那我那一晚上听到的、看到的又是什么？航班临时改到明天早上，我现在回家了。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月月，你怎么了？快开门！老公，你怎么在家呀？不是说出差去了吗？我航班改到明天早上。刚才你在干什么？我听到你在叫。老公，怎么可能啊？你想什么呢？刚才练瑜伽，身体有点吃痛，
所以有点声音是难免的嘛。练瑜伽，穿着睡裙，在卧室。这我刚练完瑜伽就把睡袍换上了，这不正准备睡觉，你就突然出现了吗？老婆，可能是我想多了，太累了。月月，我们好久都没有。老公，你明天早班机，你早点睡吧。我今天生理期，身体不太舒服。好。月月，你房间是不是还有人？怎么可能？你说什么，老公？这房间就我一个人啊！不对，还有人，别人在。你看，我就说没有人吧，我都说了，我今天身体不舒服，你还要疑神疑鬼的，打扰我休息。他怎么会在床上？因为啊，我要练一个比较特殊的瑜伽动作，这个瑜伽球呀，就得放到高处。我刚才看到他动了。你想什么呢？怎么可能？别胡思乱想。我刚刚开了空调，这风一吹，动一动也正常。是吗？是呀，老公。哎，你就别胡思乱想了，是不是这几天压力大了？那你赶紧回去早点休息吧。那我帮你把它拿下来，再给你换一套干净的床单。哎呀，老公，没事儿，我自己会弄这些的。你明天早上不是还得早起吗？早点回去休息啊。我当时信了你的话，还真以为是我自己想多了。但是我现在想起来，并不是我疑神疑鬼，那个瑜伽球它就是有问题。那都是半年前的事情了，你肯定是记错了。这就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瑜伽球了。普通的瑜伽球会自己动，会跳，甚至会出现掌印吗？普通的瑜伽球会自己动，会跳，甚至会出现掌印吗？我天哪，这太邪乎了吧！看宋月也不像撒谎，不会真见鬼了吧？说不定这宋月还真是被什么不干净的东西给缠上了，这行为才这么古怪。法庭是神圣庄严的场所，我们要尊重科学和法律，杜绝封建迷信。宋月，你需要告知本庭，这个瑜伽球里究竟藏的是什么？审判长，瑜伽球里面有什么东西根本就不重要，您千万不要被陈飞带飞了节奏，让他在这里胡言乱语，扰乱法庭秩序。女方家属，我看扰乱法庭秩序的人是你们吧？审判长的问题你们如实回答就行了，居然还敢质疑审判长的做法！狐狸精，让你多嘴！就是你跟陈飞串通好了，污蔑我月月姐。安静，这里是法庭，女方家属请注意你的说话方式，否则将以蔑视法庭罪处理。宋月，请你如实回答本庭的问题。本庭需要知道这个瑜伽球里究竟藏的是什么人，这个人是谁，或者另有玄机，这对本案的宣判将有重大的意义。审判长，请你相信我，这真的只是一个普通的瑜伽球而已。看来宋女士还是不愿意坦白，不过没关系，你的瑜伽球我已经带到法庭上来了。你说什么？你进我的房间？什么时候？就在来法庭之前。审判长，我方请求将宋月的瑜伽球作为证据呈上来。同意请求。陈飞，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要揪着一个瑜伽球不放手？它就是一个普通的瑜伽球而已，一个锻炼器材，怎么可能会藏人呢？是吗？陈飞，月月姐跟你结婚这么多年，从来没有干过一件对不起你的事情。瑜伽球里面就算藏人了又怎么样？能藏一辈子吗？把瑜伽球带过来，能证明什么？你说的确实不错，奸夫不可能一直藏在里面。
但是瑜伽球里面只要藏过人，就一定会留下一些蛛丝马迹，比如头发丝、指甲盖，我就能通过 DNA 找到这个人，一切就会真相大白。至于瑜伽球里面藏的到底是谁，大家一定都很想知道吧？陈飞，如果瑜伽球拿过来之后里面什么东西都没有，你今天对我女儿的侮辱，我会让你付出惨痛的代价。没错，我们宋家待你不薄，既然你无情在先，就别怪我们无义。审判长大人，这是在宋家找到的瑜伽球证物。检查证物，尝试将其打开。等一下，审判长，这个瑜伽球确实是月月姐瑜伽房里面找到的，但是谁知道对方有没有动过什么手脚？瑜伽球是对方提供的，万一对方调包了，又或者是做了其他手脚，污蔑别人怎么办？瑜伽球证物是我亲自跟着去拿的，从没离开过我的视线，不存在被调包的可能。那可说不准啊！这个白眼狼一直诽谤我女儿，说不定又是他谋划的阴谋呢。对，要是他提前把瑜伽球调包了，还在里面放了污蔑我女儿的东西，那我女儿一辈子清白不就毁了？瑜伽房的钥匙只有他自己有，从半年前开始，我就再也没有进去过。你没有钥匙，那这球怎么拿到的？砸门啊！你砸了我的房门？我们还没有离婚，那栋别墅是我们夫妻的共同财产，在婚姻的存续期间，我有权利进入我们的共同住所，而且在打开房门的时候，法检同志也全程录像，我有没有调包，录像里一清二楚。录像就在我身上，你们要查可以随时来查。既然女方没有疑问，那就继续吧。这里好像有东西。审判长大人，我找了一下这个球，目前的话只发现有一个气孔，气孔是无法打开，无法探寻其内部。看见了吧？这就是一个普通的瑜伽球。你告诉我，人是怎么从这一个气孔里面钻进去的？对呀，何况是人，连一个小小的苍蝇都没办法飞进去。审判长，我请求让人用刀把它划开，一定能发现什么。陈飞，你不觉得自己可笑至极吗？事到如今，你不觉得自己有一点错是不是？你不觉得自己好像一个跳梁小丑吗？之前还信誓旦旦的，现在结果就这。这自始至终难道都是陈飞自导自演的一出闹剧？真是白瞎了我们的时间。审判长，我方申请强行破开瑜伽球。审判长，对方在故意拖延时间，对方没有资格随意破坏月姐的私人财产。对于宋女士一切的损失，由我一力承担。打开瑜伽球。审判长，我不同意。请安静。怎么是机器？电线？难道这瑜伽球是电动的？审判长大人说的没错，你们之所以看到这个瑜伽球会动，完全就是因为它是电的。瑜伽球还有电动的？不知道啊，反正我没接触过，感觉好奇怪啊。月月，这件事你干嘛不明说呢？干嘛藏着掖着呢？人家害羞嘛。电动的瑜伽球总会让别人想到一些私密的问题。哎呀，是女孩子的隐私，她为什么要说？哼！大庭广众之下，接二连三暴露自己老婆的隐私，你真不是个东西。而且，我就是因为常年加班久坐，才导致腰椎不好。我给自己定制了一款有按摩功能的瑜伽球，就是为了更多的缓解我身体上的疲劳。
原来是这样，看来是陈飞误会他老婆了。哼，这种下头男不配拥有这么好的老婆，另一半加班累坏了身体，他倒好，坏妻子名声，肆无忌惮的欺负他。好孩子，爸妈让你受委屈了。我应该竭力阻挡你和这个畜生在一起，免得现在受这么多苦。徐家球里面的东西你也看到了，这下你还有什么好说的？证据已经摆在面前了，你还有什么好说的？陈飞处心积虑的诽谤我女儿，为的是多分一些钱，他可是一个恶徒，必须要严惩。一定要让这个白眼狼牢底坐穿。陈飞这种人背叛自己老婆不说，还恶人先告状说宋月出轨，这不是东西。宋月这么好的姑娘，碰上这么一个人渣，一辈子都毁了，千万不能放过她。对，宋月，在你的嘴里，你始终都是那个最无辜、最可怜的人，你真把别人当傻子啊！刚才我就觉得有什么不对劲，原来调包他的人不是我，是你。你少在这里颠倒黑白，别想狡辩，没有用。我有证据。法警同志，请把视频播放到1分02秒。各位请看，现场的瑜伽球内并没有出现能按出这道掌印的东西，所以我方有理由怀疑，这是2个瑜伽球。法警同志，请将瑜伽球内的东西展现给大家看。各位请看，瑜伽球内根本就没有这个掌形的物体。别在这里胡扯了，陈飞！你先是污蔑月月姐在瑜伽球里面藏人，计划没成功吧？现在又说什么有2个瑜伽球，不觉得荒谬吧？瑜伽球是你带人拿出来的，现在又说不是同一个，我看他是有精神分裂。是不是同一个瑜伽球？对比一下视频，就一清二楚。你让人把我的瑜伽球强行弄坏了，那内部结构一定会因此破坏而改变的呀！反而成了你污蔑我的证据。陈飞，我从未觉得你如此的不堪呢。我跟你在一起5年，我今天才发现，我好像从未认识过你。你到底想要干嘛呀？还能干什么？他就是想要你的钱呗。沈班长，法庭的正义不容践踏。他3番5次的拿出假证据污蔑我女儿，希望您秉正处理，尽早定案，不要让这个违法分子逍遥法外。沈班长大人，我方申请专业人士将瑜伽球修复完整，去验证宋女士的说辞，是否瑜伽球修复完整的时候，就会浮现这道掌印。我反对，瑜伽球已经被破坏了，不存在完美修复的可能性。就算修复好了，跟之前的也有区别。对，沈班长，我们坚决支持以证据说话。他即使说的是真的，但无非也就是2个瑜伽球而已，算不了什么证据。在我看来，如果没有确凿的证据，就等于是浪费时间。本庭理解女方的情绪，就目前的视频证据而言，确实无法证明宋月有出轨行为。如果男方你接下来拿不出任何实质性的证据，本庭将即刻作出宣判。好，那我也不在这方面做纠结了，直接放第3个视频吧。还要看视频？你们有完没完啊？陈飞，如果这个视频依旧不能提供任何有效的证据，本庭将直接判你在此次离婚案中为败诉方，并且还要追究你泄露他人隐私、诽谤、侮辱他人等罪行。我同意。继续播放第3段视频吧。亲爱的，刚才辛苦了，你给点支烟。
哎呀，亲爱的，刚刚都怪我让你累着了，你抽完烟赶紧休息去吧。真是让人匪夷所思，这宋月定制的瑜伽球居然还会抽烟，跟人一样。有没有一种可能，那里面就是个人呢？看宋月对他的姿态，好像就是在和人互动。是啊。就这一堆破烂，还会抽烟，还能吐烟圈啊！他辛苦了，都是你不好，累着他了。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事到如今，你还想狡辩吗？飞，你叫什么叫？谁是你的？谁有理是吗？我早就说过了，月姐有重度精神抑郁症，她干什么都不行哎。这是我从国外定制的硅胶瑜伽球，这个东西中空本来就是设计的透气的，我只是在孔里面插了支烟而已，这只是我抑郁症的一个奇怪癖好而已。是你故意剪辑了视频，让这个正常的动作看起来像有人在抽烟一样。那我问你，你口中的那个工厂是哪家公司啊？既然这么高科技，那他们公司一定很有名吧？这家公司有一个比较机密的项目，它涉及到一个军事化技术，我不能给你透露一个公司的消息的。是吗？一个做瑜伽球的公司，还能涉及到军事级别的技术，是我孤陋寡闻了？是吗？一个做瑜伽球的公司，还能牵扯到军事机密，是我孤陋寡闻了？你一个三流大学的辍学生懂什么呀？有很多民用小企业的技术，就是因为其特殊性，就是可以在军事相关领域中发挥其重要作用。行，既然不能透露公司的信息，那就等技术人员把这个高科技瑜伽球修复好了之后，现场让他抽根烟，吐个烟圈，让我们见识见识。正好，也让我这个三流大学的辍学生开开眼。不行，这个东西已经被你破坏了，这国内没有人能把它修好的，也做不到你说的那些事情啊。这样，你把它先送到国外去维修。宋月，你还真是张口就来啊！我看这个球根本就不是房间里跟你搂搂抱抱的那一个。不，这就是家里那个瑜伽球，这就是我定制的高级的瑜伽球。确实是高科技的，高级的能自己上厕所、冲马桶。一个瑜伽球可以自己上厕所、冲马桶，我真是闻所未闻啊！门，这个卫生间的门关上的，你们谁也没有亲眼看到他在上厕所吧？啊？哦对，当时只是恰巧有个人在上厕所罢了。是碰巧有个人在房间里面，还是那个人就是在瑜伽球里面？你，哎，门开了，的确有个人从那个卫生间里走出来了。这怎么回事？好像停电了，这里边好像有个人。所以宋月之前真的说谎了。这么小的球，怎么可能藏人啊？月月，这个人到底是谁？不会真的像他们说的，你抽吗？我没有，你别听他们瞎说。你不想说没关系，我来帮你说。虽然监控视频没有拍清楚这个人的脸，
但是那个戒指拍得一清二楚，而且今天在现场的人当中，碰巧有一个人就戴着这个戒指。是谁呀？会是谁？居然在现场！到底是谁啊？是谁？他。我？不，这个视频里面的人绝对不是我。青羽，到底是怎么回事？你相信我，这个视频里面的人真的不是我呀！你把手背在后面干嘛？怎么，刚才针对我的时候不是挺嚣张的吗？这会儿怂了？程飞，你别得意，我跟月月姐是清白的。既然你们是无辜的，那你为什么还要背着手啊？我身正不怕影子斜，有什么不该给的？另一只手呢？被告方，请配合。把你的左手拿出来。什么都没有。陈飞，你别再胡搅蛮缠了。我清清白白，庆余也是无辜的。别急啊，大家看他的左手中指，他的左手中指有明显戴过戒指的痕迹，毫无疑问，他把戒指藏起来了。审判长，我申请对他进行搜检。好。我不太方便，不搜了吧？啊，请你配合。找到了。王青雨，快说！宋家把你当亲人，你如何回馈我们的？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你手上的戒指和视频里的一模一样，你还想狡辩？我这个戒指是月月姐送给我的生日礼物，而且我把月月姐当亲姐姐一样，我怎么可能跟她有那种关系啊？既然这样，那你刚才为什么躲躲藏藏？真正不怕影子斜的人，可不会像你这样。不是，庆宇说的没错，这视频里的人的确不是他。不是他，那还能是谁？难道你想说那个瑜伽球他成精了？是我。月月，我刚从国外赶回来，还好是赶上了。早就跟你说了，你这个老公是个渣男。你这个老公是个渣男。你是女方的人证？是的，审判长大人。卫生间的人是我。不可能！你在帮他做伪证。视频里那个人的戒指就是王庆宇戴的那枚。你说的是这个？你怎么也有？我和月月从小一起长大，这枚戒指是他送给我的礼物，象征着我们的友情，这很正常。你的意思是，你一直都在卫生间里面？那滚进去的瑜伽球你怎么解释啊？这有什么好解释的？不过就是个瑜伽球罢了，我测试一下它的功能性。那我怎么不知道？
你有来过我们家？你不记得的事情多了，因为你根本就不关心他。月月生病的时候，是我立刻放下所有的事情陪在他身边。好，刚才我提到的戒指，你就刚好碰巧拿出一枚一模一样的戒指来，这未免也太巧了吧？这是3年前我和月月的合照，当时戒指就在我的手上。还需要我解释更多吗？如果当时我知道你们会这样对待月月，我就不会让你们结婚。现在我全都是后悔。你别得意的太早，你到现在还没有证明视频里面的那个人就是你，也有可能视频里面的那个人就是藏在瑜伽球里面的他。来，那你展示给我看啊，这人是怎么钻进这么大一个瑜伽球里面的？你要是能成功，你说什么我都不反对。我展示不了，那就别废话。你作为月月的丈夫，整天疑神疑鬼的，完全不关心她的身体状况，你还算个男人吗？太过分了。陈飞，今天你和我女儿离婚以后，1分钱别想拿走，我还告你诽谤，追究你的刑事责任。审判长，现在证据确凿，是陈飞出轨在先，为了在离婚之后获得财产，故意污蔑月月姐出轨。请您千万不要放过这样的人渣。宋月，我真没想到啊，你会提前做这么多准备。我们只是将事实说了出来，难道只允许你羞辱我，不允许我反击吗？你带来的视频已经都放完了，你没有任何一点证据来证明月月姐出轨，倒是你和这个狐狸精勾勾搭搭的照片倒是拍得一清二楚，你无从反驳。我带来的视频确实都放完了，但是我还有最后一个视频，马上就会送。那个视频里面清楚的拍下来瑜伽球里面到底有没有人，以及那个人到底是谁。你这么看着我干嘛？反正不是我，那个人就是你。陈飞，你是否要有提交新的视频证据？是的，审判长。因为在开庭之前，宋月提前将他房间里的视频给摧毁。刚刚的3段视频也是我方通过技术手段恢复的。至于最后一个视频，由于恢复难度比较大，刚刚已经恢复好了，正在送过来的路上。你们少编故事了！所谓宋月的出轨，全是污蔑。哦，不对，应该说是幻想。幻想？小慧，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因为啊，他脑子有病。反对！对方证人公然侮辱我方当事人。女方证人，请注意你的言辞。这不是侮辱，而是医学事实。陈飞患有严重的精神分裂症和被迫害妄想症，所以他一直幻想宋月出轨。你在胡说什么？我可没有胡说，大家请看，这是陈飞的医学报告，他近半年来一直在精神科就诊，足以证明他精神不正常。半年前，你因车祸脑部受损，至此精神就一直不正常。这话是什么意思？难怪他一直怀疑宋月出轨了，原来是精神有问题，不正常。摊上这么个男人，宋月也是倒了大霉了。是啊，闭嘴！闭嘴！你给我闭嘴！康复以后，他变得多疑、偏执，整天疑神疑鬼，甚至半夜拿着刀在厨房自言自语。让你害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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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干什么？让你害我，老公，让你害我，你在干什么呀？为什么不开刀？老公，
你在干什么？害我，让你害我，让你害我！要不是家里的保姆阻止，还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可怕的事情。月月，发生这么多事情，你怎么都不告诉我呀？我不想让你们担心。陈飞，你这个畜生！我怎么让你成为了我宋家的女婿？女方家属，请控制你的情绪。你在胡说！那天晚上的情况根本就不是你说的那样。请大家看宋月的手臂，这条疤痕是那天晚上你用刀所致。你把月月伤成这个样子，一句道歉都没有，还在这里来。不会，你别怪他，要怪就怪我。当时他发生了车祸，是我没有照顾好他，这一切都怪我。这件事都是我的错，他患有精神病，我就应该多照顾他，我应该多陪着他的。我没有尽好一个好妻子的责任，现在幻想我和一个余家球有什么？没事儿，我不怪他的，我不怪他的。我们一直都错怪宋月，都这个时候了，还在帮陈飞说话，真是这个人太善良了。是啊，她是个好妻子。依我说，赶紧和陈飞这个神经病离婚吧，和疯子在一起，迟早得出事。月月，这怎么能怪你？你当时重度抑郁，自己都帮不了自己，你怎么照顾他？月月姐，你为他付出那么多，而他呢？他想毁了你啊！陈飞，只要你跟我离婚，你净身出户，我会给你一笔钱的，不至于让你离开宋家之后流落街头。女儿，你还管他做什么？他一个人渣，死了最好。以后你1分钱都拿不到。爸妈，我们2个人好歹夫妻一场，我想替我们之间的感情做一个交代。宋月，你给我闭嘴！我需要你的是什么？我不需要。你们宋家的一切本来就全部都是我的。陈飞，我看你的脑子真是有病。我女儿可怜你，愿意给你一笔补偿，你别给脸不要脸。陈飞，你可是大言不惭呐！你当初如果不是我女儿非要嫁给你的话，你的身份这一辈子就没有机会跟我们宋家有交集。宋家的一切都是他的，这个人还做梦还想打赢官司。我要是宋月呀，1分钱都不给他，他就该进精神病院。我再说一遍，我没有精神病，他提供的证据都是假的。宋月，他就是出轨了。陈飞，你无能狂怒的样子真的很可笑。那份材料上有你的签字，白纸黑字是抵不掉的。现在月月愿意在离婚后给你一笔补偿金，已经仁至义尽，你不要不知好歹。你们，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了，但是我还有最后一个视频，视频里清楚地记录下了余家球的全部秘密。够了，陈飞，你一点都不顾及我们夫妻的情面，是不是？你那几个视频除了能让我难堪，它还有什么意义？沈班长，我方生气，播放关键证据。我们不同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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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坚决不同意。肃静。鉴于男方此前的视频证据可信度存疑，本庭驳回此次申请。沈班长，这个 U 盘里的视频能够证明宋月她确实是出轨了。陈飞，你要胡搅蛮缠到什么时候？本庭根据现有证据，已经作出如下判决：全体起立。男方陈飞在婚内与他人存在不正当的关系，破坏婚姻关系，为明显过错方。沈班长，我手机里面有视频证据，只要您看一眼就会明白。沈班长，他们串通一气，宋月他们串通一气，一起做伪证说谎话，只要您看一眼，只要您看一眼。沈班长，月姐，月姐，快点救护车！肃静，肃静，等一下，肃静，肃静。医生，我女儿什么情况？您的女儿是因为压力太大才晕倒的，别的并没有什么大碍，让她注意休息好了。叔叔阿姨，你们先出去休息吧，我来照顾月月。小慧，辛苦你了。
月月，你在法庭上装的可太像了，连我都差点信了。幸亏我反应够快，要是让审判长看到了陈飞手机里的视频，那我之前努力不就白费了？说真的，你真该去当演员。抑郁症、乖乖女、善良妻子，所有人都被你骗得团团转。你在法庭上让我说的话，我全都说了。帮你做伪证可是要坐牢的。放心，我不会亏待你的。等我和陈飞离婚，拿到了所有财产之前，答应过你给黄家的投资1分也不会少。我相信你，谁叫我们是最好的闺蜜呢？不过，我们之间的事儿，你要烂在肚子里。那当然，我们现在可是一条船上的蚂蚱，我绝对不会说出去的。不过我真的很好奇，这个瑜伽球里面到底是谁？慧慧，人怎么可以钻进瑜伽球里面？月月，你对我就不要用这套说辞了。放心吧，我知道，我会安排好一切的。怎么会？你不相信我？我这不都是为了我们俩以后的生活吗？再说了，你忘了之前我为了你是怎么对他的吗？月月，里面到底是谁啊？这是我的秘密，不能告诉你。都这个时候你还想瞒我？那你之前答应我的不会是骗我的吧？既然你想知道的话，那你得为我保守。那当然。出来吧，亲爱的，让我好闺蜜看看。你让开点，她马上要出来了。好。居然是你！生气了，在这喝什么闷酒？这摔杯子也没用啊！就差一点，那个视频要是早点送到，这场官司我就赢了。现在不也没输吗？这场官司只是终止了，又不是结束了。事情已经发生了，你就不要再耿耿于怀了。你现在要考虑的是大众舆论。现在舆论对我们非常不利，我担心会影响到之后的开庭。像陈飞这种男人太可怕了，要么是真疯了，要么就是装疯逃避责任。不管哪一种，宋月都得赶紧和这种人渣离婚，而且必须要让他净身出户。网上的舆论现在说你精神不正常，还有一些阴谋论说你根本就不是精神病，你就是想利用这样的借口在外面花天酒地罢了。无聊，随他们说好了。舆论已经失控了，3天后就是终审。我们如果还找不到决定性的证据，你净身出户不说，可能还会因为别的罪名被起诉的。别担心，我已经找到新的证据了。我联系了集团的老股东，这些年我帮他们赚了不少钱，他们早就对宋家不满了，现在只缺一个机会，我就能让宋家万劫不复。你好，可以采访一下吗？有什么小事吗？会上诉吗？妻子真的出轨了吗？陈飞，我们请了赵伟律师，你们说定了。赵伟，你认识他？他是我们律师行业的知名前辈，极其擅长处理离婚案件，而且在业内有着不败的战绩。能请到他出面接下这个案子，这次宋家就花了大价钱。你要做好心理准备，宋月这次是想置你于死地。正好，我也是这么想。现在开庭。根据上次庭审结果，已经认定陈飞为过错方，所以今日审判长只需要宣判财产分割事宜。尊敬的审判长，
我认为我方当事人陈先生和宋女士的离婚案并不是本案重点。本案本就是2个人的离婚案，怎么不是重点？我方当事人陈先生要控告宋女士涉嫌谋杀。你说什么？涉嫌谋杀。徐律师，我看你从事律师职业也有几年了，刑事案件事关重大，必须要有确凿的证据才能立案，不是靠你臆想就能成立的。我当然知道，不过宋月确实谋杀过陈飞，只不过失败了。你可真敢讲啊！月月姐心地善良，连鸡都没杀过，怎么可能干谋杀的事情？许律师，你上次帮着陈飞造谣我，这次又指控我谋杀，那我倒想问问你了，我之前跟陈飞过得好好的，我为什么要谋杀他呀？生活的好好的，从1年前开始，我们早就貌合神离了。你甚至不愿意让我碰你一下。那我不是为了让你过上更好的日子吗？我这1年都花费时间在工作上面，而且我有抑郁症，你知道的呀。好，就算这1年我冷漠了你，你是不是也该包容我一下呢？我就说你这么好的演技，不去当演员真是可惜了。你真以为我不知道？根本就没有得抑郁症，一直在装逼。对方当事人，请问你所说的这些有证据吗？还是这些只是你的猜测？我当然有证据。在拿出证据之前，我要先给大家讲个故事。那是半年前，我和宋月的一次约会。老公，你干什么呢？老婆，你今天真美。好不容易跟亲爱的老公约会一次，自然要穿的特别一点。我今天呢，在云顶酒店订了个包间，你们好好温存一下。好，那我先去公司开个会，晚点再过去陪你。对了，老公，等一下。今天呢，你就开着我的车去公司，你的车我送去保养了。我马上到。先生，您醒了，我为您通知了您的妻子。这是在哪儿？您刚刚发生了严重的车祸，不过不用担心，我已经为您做了仔细的检查，除了轻微的脑震荡以外，并无大碍。谢谢医生。陈先生，这里是修理厂，刚刚是您的车出车祸了吧？车怎么样了？这辆车是全球限量款，无论花多少钱，请您一定把它修好。明白。对了，陈先生，您最近有没有和其他人结仇？你怎么突然这么问？您的这台车刹车系统被人为损坏过。人为损坏？所以您的意思是，我这次车祸是有人想害我？我们只将知道的情况告知你。有人想要害我，到底是谁？老公，你没事吧？
是怀疑我弄坏了你的车，从而觉得我谋杀你。你刚刚只是讲了个故事，并没有实质性的证据。沈班长，如果对方继续以这种虚假的情节来污蔑我的当事人，我将立即当庭提起诽谤诉讼。赵律师，别着急啊，这个不是故事，是我方调查的事实。根据我方调查，半年前，王庆宇曾去过一家名为微风汽修的店铺，他当时开的车正是我方当事人出车祸的这辆。结果2天之后，刹车就出现了问题。王庆宇，你要怎么解释？就算王庆宇去了修车店，和刹车系统出问题，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不能作为直接的证据。你要证据？好，审判长，我方申请传唤证人上庭。同意。你是微风汽修的老板王威，对吧？是。那你还记不记得今年的3月10号发生了什么？那你还记不记得今年的3月10号发生了什么？我记得那天，我接来了一辆劳斯莱斯。审判长，我怀疑证人在撒谎。3月10号，距离现在已经过去了半年。如果不是提前准备，一个普通人怎么可能记得这么清楚？如果换做别的事情，我肯定记不起来。但那辆可是劳斯莱斯啊！我们这种小破店，一年到头能见到这么贵的车，所以我印象很深刻。然后呢？车主是来修车的。我也以为他来修车，但是他让我把刹车系统弄失灵。你帮了他？没有，我怕出事儿，所以一开始我并没有答应他。但是，他给你钱了？那笔钱可够我修1年的车了，加上当时店里的生意不太好，所以我就答应他了。但是我发誓，我只是对传感系统做了动作，我并没有弄坏刹车系统。那你还记不记得他长什么样子？过了这么久，如果再见到他，我应该能记得。好，那你看看，法庭上有没有这个人？那你看看，法庭上有没有这个人？没有，你再仔细看看。好像是他。对，是他。那天来我店里的人就是他。你在胡说什么？我从来没有去过你的店里，也没见过你。宋月的车除了我以外，就只有你有车钥匙。如果不是你开了车，那你把车钥匙给了谁？对方证人，我想问你，你店里有没有监控？我们店里有摄像头，但只是一个摆设，早就坏了。那就是没有证据，空口无凭。你们想以这样的方式来定罪，未免也太儿戏了。但我说的都是真的。刚刚我有些犹豫，但他手上戴的那枚戒指，我有印象。那天的车主就是他。这位，你故意找个人来诬陷我，有用吗？他那天看到的人根本就不是我，因为我不在国内。你说什么？刚刚我查了一下行程，3月10号这天，我出差去了国外，根本就不在国内。我刚刚查了一下我的行程，3月10号那天，我出差去了国外，根本就不在国内。怎么可能？审判长，刚刚经过核实，王庆宇3月10日确实搭乘航班出境。如果王庆宇在国外，那去汽修店的人是谁？难不成大国翻身了？难道是一个和王庆宇长得很像的人？审判长，既然陈飞的证人无法证明车主的身份，那就表示他的指控不成立。请审判长立即宣判陈飞为本次离婚案中的过错方，并且追究他诽谤我当事人及其家人的刑事罪责。王
为宋家付出了我的一切。和宋月结婚以来，我从来没有做过对不起她的任何事情。背叛婚姻的人是他。陈飞，你出轨的证据我们已经交给审判长了，你还在这狡辩？哼，那我想问你们，我出轨的人是谁啊？明知故问，不就是他吗？你们的亲密照铁证如山。审判长，加上我方当事人上次提交的照片，还有这些，足以证明陈飞和许晴的不正当关系。我和一个人走得近，就说明我出轨了。那我问你，宋月，你现在和王清宇坐得这么近，是不是也出轨了？你这是狡辩！审判长，你竟然派人跟踪我！那是因为我在乎你啊！我也不会相信你会背叛我，但是我想知道你在外面干什么呀！我很希望你没有做对不起我的事，可是你……宋月，我还真是小瞧你了。那我想问问你，除了拍到我的亲密照以外，还有我跟其他女人的出轨证据吗？哎，一个人还不够啊！你够贪心的。这小三真是个不知羞耻的贱人，勾搭别人丈夫不说呀，居然还妄想跟原配争财产。这种品行不端的人根本不配当律师。怎么，自惭形秽啊？要用笑来掩饰心虚吗？我听到了一个很好笑的笑话，难道我不该笑吗？我告诉你们，陈飞和谁出轨都可以，唯独和我不可能。根据大厦法律规定，在婚姻关系中，一方与婚姻外的异性发生情感或性关系，违背夫妻忠实义务者，为过错方。在离婚时，不具备分配夫妻共同财产的权利。证据已经摆在桌面上了，你赖不掉的。像你这种明知对方有家庭的情况下，还要恬不知耻的贴上去的行为，在古代啊，你是要进猪笼的。我真的不是小三。你以为自己傍上一个金主，谁知道陈飞就是个吃软饭的。他是靠着宋家，靠着月月姐，要不然现在他在风里雨里送外卖呢。不要脸的东西！我都跟我哥哥4、5年没见了，亲兄妹拥抱一下，难道犯法吗？啊！你说什么？亲妹妹？兄妹？啊，亲兄妹？没错，我和陈飞是如假包换的亲兄妹，同父同母的那种。我和陈飞在生物学上是同父同母，所以你说我和他有什么不正当的关系？这不是个笑话吗？不可能！我调查过你的背景，你绝对不可能杀了亲妹妹。你怎么就这么犟呢？我小学的时候就跟我妈去国外了，我跟我妈姓，你当然查不出来我。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宋月，不好意思，这次让你失望了。你还记得我书房里的这张照片吗？她就是我的妹妹许晴。只不过从很久以前开始，你就已经不在意我了，所以，即便答案摆在你的眼皮子底下，你也注意不到。没有，我没有。陈班长，这份材料是我和陈飞的出生证明，你们还有 DNA 的鉴定报告，我和陈飞的关系根本不用怀疑。没错，许晴和陈飞确实是亲兄妹。所以，审判长，他们对于我出轨的指控，是不是也不能成立？我和我哥之间的亲密举动，无非就是许久没见的亲兄妹抑制不住的喜悦和思念之情罢了。
再正常不过了。这个报告是真的。本庭认为，陈飞和许晴兄妹关系事实清楚，陈飞并不存在婚内出轨行为。邵律师，你别看着呀，反驳他们呀！对方证据确凿，你让我拿什么反驳？宋月，看来我们又回到了同一起跑线了。我的复仇现在才开始。请证人孙娟上庭。月月，这不是你请的保姆宋阿姨吗？她怎么替陈飞他们作证？对呀，你给他开的工资，这不是吃里扒外吗？他半年前就回老家了，我很久没见过他了，竟然把他给找过来了。慧慧，帮我调查一下我家之前的保姆孙娟。我叫孙娟，以前是在陈先生和宋太太家里做保姆的。我今天是来给陈先生做证人的。孙阿姨，半年前你要回老家的时候，月月姐给了你一大笔钱。今天你要给陈飞这个人渣做人证，你就是这么报答月月姐的吗？陈先生是好人，太太比不过陈先生。陈飞究竟给了你多少好处？你要这么说话？尊敬的审判长，我从陈先生和宋太太搬到别墅那天起，就照顾他们的起居，我可以作证，出轨的人是宋太太。宋太太？什么？怎么回事啊？请问证人，你是如何确定宋月就是出轨的呢？那还要怎么证明呢？是我自己看到的。你看到了什么？我看到了一个瑜伽球。我看到了一个瑜伽球。他说谎，一定是陈飞叫你这么说的。你又知道了？我没有说谎，我说的都是真的。别墅里确实有一个瑜伽球。对方证人，一个瑜伽球而已，并不能说明什么，并且我方已经阐明了它的特殊性。你难道要说这个瑜伽球里藏了一个男人吗？瑜伽球里就是有一个男人，那是一个下午，宋太太想吃绿豆糕，等我回来后，太太，您要的绿豆糕买回来了。亲爱的，再等我一小会儿，很快就好了哟。老公，老公，你先去洗澡吧。孙阿姨，你有什么事吗？太太，这是您要的绿豆糕。我刚刚不知道陈先生在家里，不好意思啊，打扰你们了。没事儿，你去吧。等一下，孙阿姨，今天这事儿呢，也挺尴尬的，不要出去乱说哈。太太放心，我不会乱说的。我一直觉得奇怪，陈先生为什么要从一个瑜伽球里走出来？但我又没多想，这毕竟是人家夫妻之间的私事。我以为那天下午就是陈先生，后来我才知道，陈先生都出差好几天了。所以，你并没有看清那个人的长相。没有。那你能证明你刚刚说的都是真的吗？是真的，是我自己看到的。那个男人背后有这么长一条疤。那个男人背后有这么长一条疤。审判长，我认为刚刚对方证人说的只是一面之词，不能作为证据，更有可能
怕是受人指使，来这里诬告我的当事人。没有，我说的都是真的。这是我方当事人刚刚收到的信息，孙娟的私人账户收到了2笔巨款，共计52万，而给她转账的人就是陈飞。所以，我方有理由是孙娟收受了陈飞的钱财，而替陈飞上庭作伪证。不是的，不是这样的。苏阿姨，你跟陈飞串通一气，你知不知道？月姐当时给你的工资是市场价的3倍，这是忘恩负义！你闭嘴！你根本什么都不知道。当年是陈先生看我做事不错，才要我到别墅当保姆的。这5年来，都是陈先生给我发的工资。这5年来，都是陈先生给我发的工资。女儿，是这样吗？你觉得我在别墅干得好好的，价格还比市场上高了3倍，我为什么要走呢？苏阿姨，我也想知道，为什么？都是他逼的。不会吧？陈先生小的时候和母亲分开的早，他说我很像他的母亲，所以一直对我很照顾。确实有点像。虽然陈先生一直都很照顾我，但是太太她总是百般的刁难我，在家里还经常因为一些小事动手打我。太太，地我刚拖过，有点滑，您小心一点。知道了。哎呀，太太，你没事吧？你怎么干活的？想摔死我是不是？我刚刚已经提醒过您了，但您这……别说废话，我不想听你解释。你以后要再这样干活，滚出我家！真是废物，一点小事都做不好。如果不是看在陈先生的面子上，我也早就想走了。伪证。孙阿姨，你在我们家工作5年了，我还不够照顾你吗？你为什么要说这种污蔑我的话呢？一个乡下保姆一定在胡说八道。我女儿从小乖巧，怎么会打你？我的女儿可是大家闺秀，怎么可能做出这么粗鲁的事呢？我早就说了，宋月她很会演戏，你们就是不信。陈飞，你少在这儿添油加醋啊！虽然我早就想走了，但一方面陈先生对我很照顾，另一个方面我又确实很需要这笔钱，所以我就一直忍，这一忍就是5年。孙阿姨，既然你连宋月动手打你都能忍，那你为什么突然回乡下去？而且据我所知，你老公有肾病，每个月做透析都要几万块，你辞职了，他的病怎么办？我没办法，因为我撞破了太太的秘密，不得不走。什么秘密？他要害陈先生。什么秘密？他要害陈先生。孙阿姨，你少在这里血口喷人了！我说的是不是真的？你自己心里清楚。那一天，我听到了你和那个瑜伽球说的话，我都听到了。我记得那是今年的3月份。那天我本来是请假回老家的，但是出了门才发现证件没拿，所以我又回了别墅一趟。陈飞的车我已经动了手脚，只要他今天猛踩刹车，必死无疑。亲爱的，只要陈飞死了，我们就可以光明正大的在一起了。谁？1个礼拜后，我从老家回来，我才知道陈先生他真的出车祸了。后来，太太找了个理由把我辞退了。我想，他大概是怀疑，在门口偷听的那个就是我吧。孙阿姨，你少在这里胡说八道了，明明就是你干活偷懒才把你辞退的，你说这些事都是子虚乌有的。临走前，我给陈先生留了一张字条，提醒先生要注意太太和那个瑜伽球。我就是看到了你留的字条，
才确信宋月真的想杀害我。你们少在这演戏了！你跟孙阿姨串通一气，你私下给她转账的钱就是证据。不是这样的，我老公生病欠了一屁股债，陈先生是可怜我，才把那些钱借给我的。如果没有陈先生，我老公都活不下去了。陈先生是好人，他原来连借条都不要我写，这个是我自己非要写给他的。这些都只是从你们嘴里说出来的，光凭这些就想控告我的当事人涉嫌谋杀，根本就无凭无据。他背后的疤痕就是证据。孙阿姨也说了，她看到那个男人的背后有一条长长的疤痕。刚才宋月说那个人是我，那我就让大家看看，那个人到底是不是。如大家所见，我的背后并没有疤痕，所以他在说谎。陈先生，请你立即停止对我当事人的污蔑。陈班长，对方证人的证词存疑。对于他所说的那一天，我方并无证据。关于这条伤疤，不要讨论下去。赵律师，我方证人已经澄清了和我方当事人之间的关系并无异常。根据法条第66项，他在这个地方为我的当事人作证，合法合规，证词当然也具备法律效益。其实争论来争论去都没有什么意义，就让他掀开自己的衣服，让我们看看他的后背就知道了。你别嚣张啊！我凭什么听你的？怕了，不敢。好啊，那我今天就证明我自己的清白。没有疤？怎么可能？对此，你还有什么要狡辩的？你提前做了去疤手术。陈班长，我方已经自认清白，这场闹剧也该结束了，请您立即下达判决，原告污蔑我方当事人，妄图侵占夫妻共同财产，并且以不正当的手段恶意破坏婚姻关系，必须净身出户。沈班长，我这里有最后一个证据，能直接给此案定性，证明宋月有罪。够了，陈飞，我们大家没时间陪你闹了，不要浪费大家时间。我是不是在闹？大家一会儿就知道了。你不觉得你像一个小丑吗？折腾了那么多次，哪一次不是浪费大家的时间啊？精神病就应该去精神病院里面去。陈班长，我申请立刻结束此案，让他去他该去的地方。沈班长，上次开庭的最后，宋月假装晕倒，强行终止官司，他就是为了阻止我播放这段视频。也感谢各位能陪我走到现在，我想大家也不想这个案件不明不白的结束吧。这个视频一定会给大家最后一个交代。大家不要相信他，这就是这个人最后的狡辩。放出来之后的视频也将会是他编造的，对我们最终的审判不会造成任何影响。宋志，你慌了？我没有慌呀。徐律师，请你不要恶意引导我们当事人，我可以告你诽谤。本小姐又不是被吓的。我同意播放。我也同意播放。就算是浪费时间，也浪费这么久，不差这一回。你们，陈飞，你若是有一点良心的话，马上认罪，承认对我女儿的错误，然后净身出户。
你女儿落到今天这个下场，也少不了你的功劳。什么？你？陈飞，这是你的最后一次机会。明白。播放视频。这不是之前放过的视频吗？陈飞，你到底想干什么？审判长，我要求停止播放视频。这个视频和上次的不一样，很快就能知道瑜伽球里面藏的人到底是谁。继续播放。亲爱的，在里面太闷了吧？这会儿没人，出来透透气。经理吗？真的是他！他之前居然喊贼喊捉贼，他们竟然是奸夫淫妇，组团欺负大家伙，差点就被骗了。藏在瑜伽球里偷情，这是人能干出来的事儿，太贱了！这个不是我，败坏家风，你把我的脸都给丢尽了。平时那么乖巧，怎么会变成这样子啊？出轨偷人，你对得起小飞，你对得起我们吗？宋月，还有什么想说的吗？这个是假的。现在这个社会 AI 发展这么好，做一个这样的假视频不是什么难事儿。宋月，你不会觉得你现在说这些话还有人信吗？爸妈，你们要相信我，我没有出轨。是陈飞，他故意捏造的这种视频，你们所有人都动脑子想一想啊！这么高、这么大的人，怎么钻进这么小的瑜伽球里面？这又不是武侠世界，没有人会缩骨功的呀。不需要缩骨功，只需要一个人蜷缩成身体的极限大小，就可以被容纳进一个瑜伽球内。不，我做不到的，我没有办法像视频里面那样，把身体全缩成一团，正常人都办不到的。正常人确实做不到，但是宋月的瑜伽动作都是你教的，你作为一个瑜伽大师可以做得到。这都是你的凭空捏造，这一切都是你自以为是的想象，这是假的，这全都是假的。宋月，我早料到你会抵赖，所以我提前把这个视频送去了专业的机构做了鉴定。审判长，这是司法机构对视频做出来的鉴定报告，可以保证视频没有进行后期加工，也绝非 AI 生成，真实有效。鉴定是真的，视频证据有效。你女，家门不幸，家门不幸啊！宋月，小飞那么好一个人，你竟然背叛他！我怎么生出你这个女儿啊？够！你们两个老的不死喊什么喊？不就是离婚吗？不就是分我财产吗？分他一半家产便是。不好意思啊，宋女士，根据我大厦的律法，婚姻存续期间出轨的一方在离婚的时候必须得净身出户，而且我还要追究你企图谋杀我的当事人。将犯罪嫌疑人王清宇和宋月带下去，先调查清楚他们的犯罪事实。陈飞，我杀了你！妹妹，厉害啊！我从小学习武术，终于派上用场。别抓我，我不想坐牢。老公，我错了，我不应该背叛你的，你能不能原谅我，再给我一次机会？你不是知道错了，而是你知道自己要去坐牢了。不是的，老公，我爱你，你就原谅我这一次好不好？你说这些话，你自己会信吗？我知道你恨我，但是我们的孩子他没有做错任何的事情，你如果把我抓进去，
让我坐牢的话，那孩子怎么办？孩子又没有妈妈了呀！你怀孕了？我怀孕了，这是你的孩子。小飞，月月虽然有错，但是孩子是无辜的呀。小飞，你就看在你没出息的孩子份上，你就原谅他好吗？宋月，你可真是一个可以挂在博物馆里的蠢货。老公，我知道你恨我，但我不允许你这么对自己的女儿啊！对，你不相信她是女儿对吧？我可以给你看，亲子鉴定。怎么，你又想拿出来一个可以伪造的鉴定报告，就像伪造我精神失常一样？我没有。宋月，我们1年没有同床了，你告诉我，我是怎么隔空让你怀孕的？不是你记错了，是你记错了。那天晚上我们……宋月，你别再做无谓的挣扎。我的当事人曾带宋月女士去做过检查，宋月女士因为一些不方便说的原因，失去了生育能力。我的当事人当时为了她着想，隐瞒了这个坏消息。不方便，这有什么不方便说的？这还不明白？肯定是和奸夫玩的太花了，把身体给玩坏了呗。哼，真是个贱人。老公，我错了，我不是故意要背叛你，故意要对不起你的，你就原谅我这一次吧，我是太爱你。别说了，宋月，要不是我足够慎微，现在我的尸体都没人替我收。你变得太过陌生了，你早就不是我认识的那个宋月了。将嫌疑人带下去。赵律师，我给你那么多律师费，你快替我说话！审判长，我认为根据现有的证据，只能表明我的当事人确有出轨的行为，但所谓的谋杀，对方也并未提供实质的证据，所以现在羁押我的当事人不合法理。你说的不错，我确实拿不出他谋杀我的证据，但是宋月偷税漏税，擅自将公司的资产转移到海外的个人账户的证据，都在我手上。审判长，这些证据足够可以让你入狱。这个是宋氏集团的核心机密，你是怎么拿到的？我是怎么拿到的？集团这些年都是由我一个人打理，我一个人忙前忙后，拿到这些证据很难吗？你们一直对外面的人说是我陈飞攀了你们宋家，是靠你们宋家才有了我今天。可实际上呢，要是没有我，你们宋家早就破产了。的确，我陈飞之前确实是一个送外卖的，是你们宋家给了我一个机会，可是这份恩情我早就还清了。早在5年前，宋氏集团欠下了3个亿的外债，各家银行都不愿意给你们续贷，是我拼了命的在外面跑业务，为你们宋家续命。哎，吴总，吴总，耽误您1分钟，啊不，半分钟，您看一下我们这个最新的方案。吴总，吴总，是我这5年的苦心经营了。让你们宋氏恢复了往日的光荣。你们口口声声说我高攀了宋月，高攀了你们宋家，可实际上呢，宋月只会在办公室里无能狂怒。为什么银行不肯贷款给我们？为什么这些混蛋都要抢我的生意？苏总，吴总答应让我们合作了。真的吗？我看看。果然，只有吴总这样有能力的人才会认可我。太好了！他根本就不知道，让他们起死回生的订单是怎么一笔一笔出现的。
你们嘴上说我是宋家的一份子，却处处嫌弃我，认为我出身低贱，配不上宋月。现在回想起来，真是讽刺啊！小飞，不过没关系，我现在要拿回属于我的一切。老公，我们和好吧，你原谅我，我以后一定会珍惜你的，再给我一次机会吧。你给我闭嘴！你真是很可惜。宋月，你挪用转移公司资产，属于严重的违法行为。经宋氏集团的董事会决定，陈飞将担任新任的集团董事长。你刚才说什么？宋氏集团现在姓陈。不，你们。老公，鸡蛋我不要了，财产我不要了，我就要一份谅解书，请你原谅我，你原谅我，我不想坐牢。宋月，你我的恩情，早在你想杀我的那天早上就断了。全体起立。本庭宣布，陈飞与宋月离婚一案，陈飞胜诉。结婚5年，没想到会变成现在这样。你到底是谁？王靖宇，你不是已经被抓进去了吗？我是王庆杰，王靖宇的哥哥。你们是双胞胎，聪明。不过我现在是黑户，我跟我弟弟用同一个身份，所以你喊我王庆宇也没错。所以王靖宇的背后没有孙阿姨说的那条伤疤，所以那天在汽修厂对我车动手脚的人是你。所以王靖宇才有不在场证明。那么，宋月真正的出轨对象是你。对。现在知道是不是有点晚了？要是你能死在那场车祸里，就不会有这么多事情了。都是你害得月月和我弟弟进了监狱，我会让你付出代价的。快来人啊！把他带进警局。你没事吧？我没事。小香，你怎么突然来了？我来是想告诉你，替宋月做伪证的那个黄慧被抓进去了，顺便来给你送点吃的。哥，那王靖宇不是被抓了吗？他不是王靖宇，他是王靖宇的哥哥，王庆杰。啊？这些等会再说，我饿了，先吃饭。我们不分开了，我们不分开啦。他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他进了监狱之后，接受不了现实，就变成了这个样子，然后就被送来了这里。一个富家千金，为了一个瑜伽球，就这样毁了自己的一辈子，想想真是可惜。法网恢恢，没什么好可惜的。在他背叛我、想要我死的时候，就应该想到会受到法律的制裁。